我回来了。你二哥成婚的日子，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伤着。哎，放着你！没事，王爷。成婚，我不点头，谁敢去的？将这次心海，风月残雪秋来，情劫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，当时一身雪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色彼岸，惊人人生几载，这心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似锦常开，何惧岁月无碍？愿余生不必再伤怀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要想杨家师出有名的担下季家的担子，又能让季娘子无后顾之忧，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愿为次子杨晋陵求娶季娘子。身为杨家的大夫人，我敢说，我们杨家还是有赌这一把的勇气的。自也希望季娘子能够应允，但作为女子，我还是要劝季娘子三思。毕竟嫁人一事，事关女人的一生。现如今当务之急，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，不是生你，而是你阿娘。我可以等你找到幕后真凶，但是季伯母的病，她能等你吗？白某要的是你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我嫁。你想好了？实不相瞒，杨家并非我首要求助之人，其他人要么许我虚以委蛇，破镜重圆，要么许我背井离乡，卖身为奴。相比之下，杨家能救出我阿娘，还能让我待在益州，这已然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朋友们为了帮我还债，日以继夜的操劳。我阿兄为求公道，不畏强权，受尽折磨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又是夫人这样的人家，有何委屈？好，好，你放心，你嫁过来就是杨家正经的儿媳，杨家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还有你们的婚事，我也一定会办得热热闹闹，绝不辱没季家。如今我阿娘还在狱中，生了重病，我怕她身子坚持不了多久，还请杨夫人尽快定下婚期，无需节外生枝。
你的一片孝心，我怎会不答应？我这就差人上下打点，争取早日救季夫人出狱。还有钱掌柜的事，由我杨家提供丝线和染料，定会让新井按时完工。多谢夫人。姐妹，快！顾大长，快！姐妹！关门！长矛准备！是！我阿娘总想将我嫁出去，如今可算是如愿了。只可惜她没法看见我出嫁的样子，心里难受，就不要笑了。自己选的路当然要笑着走，难不成哭哭啼啼，将那些害我的人看笑话吗？你真的不等杨三郎回来吗？杨金兰，我等着你回来。我阿娘身子本就不好，我不能拿她的命去赌。我跟她上次就错过了，这次我也没有时间等她。我们算是有缘无分吧。阿月，其实嫁给一个不爱之人也并非坏事。寻常女子在后宅中要服侍丈夫，争风吃醋，
但我不用。我和杨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交易，我不用应付后宅的事，我可以跟着杨夫人学做生意。她那么厉害，我肯定能学到好多东西。这些话是真心的吗？你我都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件事我不想让阿兄还有平儿他们太早知道。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。好，我帮你。这若是流年冬，杨锦兰，我等着你回来。是成河，怎会让这阴风似树红？杨锦兰，这次我真的等不了你了。心百转千折，恍然陌路，如何抉择？浣花西风如昨悲欢怎说？断肠也尽然当时轮廓。那一眼错飘洒着随风的烟波，聚散无常，如歌离愁怎说？问青丝何日织成金色？愿执念永恒于本心火。又与谁执手相思起过？阿兄，到了此般地步，也不要再瞒着我。我知道你做出的决定，他向来是劝不住的。把这个带在身边。我不用，阿兄，你留着。哪有小娘子出嫁不带着嫁妆傍身的？拿着，拿着。阿兄无能，能为你做的，便只有这些。谢谢阿兄。季娘子，该出发了，别误了吉时。英英出嫁之后，家中诸事就托付给阿兄了。放心，愿你此去，举案齐眉，鸳鸯闭合，百年偕老。长兄在上，英英就此拜别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真爱，却在真爱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牵引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
一声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缄默。幻境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织成醉人绳索？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，成线，正经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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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杨警官，刘将军让我来取你项上人头。那倒要看看李渊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阿青，说，这前面好多少人马。说，我1周的药都被封锁，各处布满了工头手，插翅难逃。放！我不。快进来！这。
杨轩，杨轩。 当我者死！孩儿携季氏拜见阿爷阿娘。好，问着。三郎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回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三郎，今天是你二哥大喜的日子，
大喜的日子，我看是你们车祸大捷的日子才对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趁着季家夫人遭难落井下石，强迫季二娘子入府为妻，此番算计，你们还真算得上是廉耻二字。我三郎，你二哥成婚的日子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绳子。哎，放着你！没事吧爷？成婚，我不点头，谁敢娶她？别进来！我娶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不行，我不走。咱俩往哪儿去？谁还想来？大可试试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三郎，你不顾及杨家的脸面，难道你也不在乎季娘子的名声吗？你可以带他走，但你想清楚了，今日出了这个门，季娘子的名声可就保不住了。懂得命运唏嘘成河，怎会让这樱桐似树红般凋落？断线的风筝途经那尘世的斑驳，心百转牵着恍然陌路如何抉择？浣花西风如昨悲欢怎说？登场也竟然当时轮廓，那一眼错啊，飘洒成随风的烟波，聚散无常如歌里唱怎说？问青丝的日记成景色，是我自愿的。愿执念永恒。今日我与你二哥成婚，虽然没有宴请宾客，但是杨家众人皆知。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与杨家皆是名节不保。况且杨家是为了救我阿娘，才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若毁约，以后如何取信于人？你不必担心，谁敢多嘴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你难道堵得住全天下人的嘴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人言可畏。你若真是为了季娘子好，你就应该顾及她的脸面和名声。愿执念永恒于本心火。好，既然你已决定加入虎狼窝，那换个人嫁可好？什么？伦理何在呀？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此话何意？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
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牵扯进。你只管说愿与不愿。杨静兰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这么做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三郎，这个季娘子是你二哥娶的妾室，你这样硬夺硬娶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你为过，他还不是我二哥的人。你们拿他的家人来做威胁，我可想娶的人是你们！你别胡说八道了你！明明就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杨家的，要不是我阿娘劝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娶她呀？你们把他当做筹码，我视他做珍宝。今日我想静兰，必娶她！你不是乱了纲常呢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三郎无非是担心我们觊觎季娘子的产业，又怕给二郎当妾委屈了季娘子，所以才想娶季娘子为正室，这样既能保住季娘子的名声，又能保住杨家的声誉。既然二郎不想娶，那就成全了三郎吧。红尘咫尺西海，风月残雪秋来，情劫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，当时一身黑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色彼岸，竟然有生记载，这心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似锦常开，何惧岁月无碍？愿余生不必再伤怀。纵然千里之外，长路却更一代，人间季节中而来，造化秋尘埃，情人却怎奈？关键你是来了没有啊？风霜刀剑无碍，护你一生期待，看雪花风吹又归来。久别重逢，也不赏个笑脸给我。这次要不是高方带兵及时赶到，我就死在路上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伤得很重，你差点……我回来给你兜底呀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没有你我也可以，我可以救出我阿娘。是，我们季娘子最厉害了，无坚不摧，叱咤风云。没了我，
一样能照顾好自己。可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没了季娘子，我就没人能给我倒杯水喝了。啊！我欠你的已经够多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还得上。还？盟友之间互帮互助，本就是应该的，没什么还不还。三郎君，婚事仓促，来不及准备新的喜服。您看，您和季娘子沿用老爷夫人的婚服，可好？我随意，他的我自有安排。是。你嫁给我二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你嫁给了我，你还可以离开这儿。等你把这杨家的恩情还好了，我可以给你一封和离书，给你离开杨家的自由。你就当做我们是一场合作，没有谁欠谁的。好，那叫我阿娘就可以。你帮我把我的包袱拿过来一下。好。蜀红嫁衣，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爱留给我的。燕燕，给我！燕燕，你给我松手！燕燕，松手！你快放好！这是我阿爷的蜀红锦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南诏的百王府，在那里面还有许多年代久远的勾结。南诏，白王，有锦勾结的人是白王。此事日后再说，不是眼下可以解决的。
但好在，这顺红佳音物归原主了。各位乡亲，今日是我家三郎君与三道堰浣花染坊季娘子成婚的大喜之日，诸位若是有空，还请到咱们府里喝杯喜酒。哎，只是说杨家二郎要纳季家娘子为妾，这怎么又变成杨三郎娶妻了？说不定这季小娘子把他杨三郎的中了。背后说人，夫妻口德。飞花会应西染坊恭贺季娘子大婚，郎君里边请。飞花会彩鸾染坊恭贺季娘子大婚。飞花会牛月染坊恭贺季娘子大婚。郎君，飞花会落霞染坊恭贺季娘子大婚。娘子快请。飞花会名誉会长当朝国舅爷当来恭祝季娘子大婚。舅爷都来了，郎君里面请。请。听说杨警官伤得很重，今日还能拜堂吗？哎呀，别说伤得重了，就算还有一口气儿，也得把这亲成了。哼。今天是小儿的大婚，不知副都督前来何事啊？警官杨静兰无辜屠杀城中将士，胆大包天，本将奉牛都督之命，依法前来缉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是说这小子误都误惯了，迟早害了我们杨家。你不要一嘴，牛副都督好不通人情世故啊！今日是本官大婚的日子，怎么连份贺礼都没带吗？杨静兰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，免得伤及无辜。你可认得这是何物？太子鱼符。见鱼符如见太子。跪！太子鱼符，快跪！你一个小小的警官，平白无故掏出这太子鱼符，你让本将如何信你？一周几夜，姿势体大，常有歹人作祟。杨静兰奉太子令，以警官的身份督察一周几夜，颇有成效，故升任督察特使，奉旨密查，先斩后奏。千秋未太子，奉太子令，护杨督察位。见太子鱼符不跪，你要造反呐！今日是本官大喜的日子，你带兵闯入，惊扰了我的夫人，还有我的宾客，你该当何罪？牛某草率了，惊扰了诸位宾客与杨三少夫人，还请杨督察谅解。滚！告辞。这
惹错人了吧？我看看云府长什么样。哎呀，以后我们要改口了，不能叫杨警官了，要叫杨督察。好了，先扶你回去休息。不行，还没拜堂。对呀，还有一口气呢，得拜堂啊！我拜什么拜？都伤成这样了，改日吧。不改，就今日拜。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拜？不拜了，走。不拜了，直接洞房啊！这叫什么话？对，直接洞房。啊什么啊？直接洞房，走！洞房，走！没想起来。哎，走！慢点！宾客们，也都入席吧！啊！没这事。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小榻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习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装这么多？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割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拿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好了，躺下吧。你今日打了牛景的脸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？他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会明白，对付我是没有用的。关键是，长安和节帅对他的态度，短时间内，他不会对我轻举妄动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
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。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拿，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岸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来透透气。是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
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总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，因为沾染的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。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：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，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县令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儿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，让一下。孟县令，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的。
此事无关体，就不劳杨督察费心了吧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暗中的苦楚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了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发现的又如何？你如何证明这就是那船夫当日所点？你阿娘又是闻着这迷香昏迷的。确实如此啊，何以为证？无法证明。你没法证明，拿出来说什么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你就不禀了。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。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衣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。耶，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呢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继续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了。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坏了，你怎么不在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说了回去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的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匆忙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大叫一声，把于三儿引来。杀人了！等到于三儿来到船舱内，便下意识地认为我姨母已经死了，而凶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作证的时候，他再痛下杀手，将罪名下祸于人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孟大人，他在血口喷人！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确实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衣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李峰杀人，而你娘杀人的证据确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请慢。李峰，你猜我为何如此笃定你就是凶手？我还有一个人证，他亲眼看见李峰杀人。人证？草民于三愿意作证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应该知情不报。当时在船上，李峰让小民报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将来此事牵扯自己，就想进去跟李峰说说。谁知我这刚一进去，就看见他用簪子杀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说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于三，当时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作伪证同样有罪。
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牵扯到什么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说呀？怎么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么会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迹？我又怎么会推断的如此毫无差错？不可能！我动手的时候明明回头看过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孟县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远了。季莹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勾结证人，公堂作为，你该当何罪？什么呀？要罚也应该先罚凶手。李峰杀害发妻，栽赃陷害，罪大恶极。难道孟县令要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难道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好人拿出手！哎，孟大人，孟县令，小人无奈，小人也是被人所迫呀。被何人所迫？可在堂上？他穿了一身黑衣服，我没看到真容。就是他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要杀了我。站他俩晦气，但跟天爷手劲好了，我来阴死你！大爷饶命啊！大爷饶命！你是李峰？大爷饶命！这钱我一定会还的。人不死债不烂，你杀了我，这钱也还不了啊！我不是来要债的啊，我是来帮你还债的。听我安排，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倘若不从，以后你不用还债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听话有钱，不听话没命。他已全部招供，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这如何是好？这边是太子，那边是将军，我谁都得罪不起呀。这赵家主都已经走了，您还有什么攀不了的呀？大胆李峰！之前你贼敢做贼，现在你又欺骗本官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。住口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呀！孟大人。本官宣布，继续是清白，无罪释放。这才对。至于公堂作为之事，季娘子，孟县令秉公办案，是乃百姓之福，我等之幸啊！孟县令等不幸了，孟县令也是公应。对，孟县令真是明察秋毫。这一段传出去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孟县令今天的案子，如果让我阿爷知道了，肯定夸孟县令这案子办得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，县令。大人，您心为重。你季莺莺救母心切，事出有因。至于公堂作为之事嘛，本案就不追究了。本案就此结束，退堂。阿娘，阿娘，莹莹，阿娘，婷儿，阿娘，阿娘，我们回家。
家。英英，阿娘不在的这些时日，家里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嫁进了杨家，嫁给了杨三郎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……不是的，阿娘，是我自己想嫁去的。不会的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阿娘那时还在牢中，若非逼不得已，谁会在那时婚嫁？英英，阿娘对不住你，是阿娘拖累了你。阿娘，你别这样说。虽然嫁入杨家事出有因，但女儿早已心悦杨三郎。虽是阴差阳错，但女儿心甘情愿。当真？当真。之前我一心只想让你远离风波，而那时杨警官又麻烦缠身，我其实并不愿意将你许配给他。但是想不到缘分使然，你还是嫁给了他。杨静兰之前便想娶我吗？傻孩子，难道你看不出他的心思吗？他待你不好吗？好，他待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只是我们向来以盟友相称，不曾表明情意。我原想等他回来后，我便与他问清楚。前几日他千里迢迢，遍体鳞伤，也要赶回来护我，与我成婚。我怎会不明了他的心意？但或许是这场婚事来得太突然，交杂了太多东西，我无法像真正的心腹那样心安理得地去面对他。那些想问的话，想说的心意，反而变得难以启齿。阿娘替你高兴了，不急，不急哈。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相信有些话，即便是不说出来，彼此也能感应到。我与他来日方长。阿娘，喝药了。阿娘，等您身子恢复好以后，我们就离开宜州，去江南生活。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你跟阿兄先去，我安置好这边就过去找你们。你随我们去了江南，那杨静兰怎么办？杨家怎么办？杨家的生意也会拓展到江南，到时候我会打理。杨静兰过了今年也可以调任，她会和我一起去。阴阳，你是不是又在骗我？我知道，你只是想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又自己去冒险。就算我们真的去了江南，你也不会轻易放弃，你还想要再斗出个结果出来。阿娘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斗了，我只要你们平安。夫人，杨警官来了，说是来拜见岳母。他怎么来了？莹莹，莹莹，矜持。他受伤了，他不能乱动。阿兄先去见见他。
你可知茵茵最喜欢吃什么？不知。那茵茵最讨厌吃什么？不知。哎呦，她最喜欢玩什么？心情难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不知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才一日不见便想他了。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担心他身子。那还不是想他了？放心吧，你阿兄他有分寸的。来，坐这儿。茵茵，杨家高门大户，肯定规矩也多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小性子就多收敛收敛，别总像在家里一样，整日鸡飞狗跳的。我哪有？来，这个你收着。你要是忍不住啊，就多转转念珠，想想娘的嘱咐。要是实在忍不住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好，来，阿娘给你戴上。谢谢阿娘。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让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独自面对风霜。你与他志趣相投，两心相应，但对于成婚不止如此。对于夫妻而言，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，对于情谊的损耗，半点不比风霜刀剑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寻常的女子，或许更难适应。是啊，但他要栖的是我这块朽木，而不是杨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与杨家吕诺，我们就搬出去，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会陪着他，爱护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经嫁给了我，季莺莺都先是季莺莺，再是我杨静兰的妻子。杨静兰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写的。在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修武德的。来，扶我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别动。初次登门，必先拜谢丈母。来，夫人，扶我起来。可是你，求求了。慢点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这正这扶起来了。你闭嘴！
阿娘，哎，贤婿伤还未好，不必多礼。礼不能废。小婿杨静兰拜见丈母。婚事仓促，未能及时向您禀明，还请丈母见谅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一日，便会护她一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倾尽此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。继夫人，太子殿下贺阳督察与继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母笑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顺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慢点儿。来。都说了慢点了。哎。
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去让人给你置办。哦，我不用。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。好好好。哎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看你好看。杨静兰，你能说点话吗？太安静。好啊，不如你来问问我和太子的事儿。好啊。哎，你这又是督察又是太子令的，你是太子的人啊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吧？老子的鸡你也敢吃啊？纯汇500两，只收现银。来者是客，别这么小气。你都不好奇我的身份？看你这身打扮，微富极贵，等闲哪回来这种鸟不稀罕的鬼地方？定然是受那老头指使的。你可知，你口中的老头，曾是当朝太子的老师。原先不知，现在知道了。原来被老头祸害的不止我一个。近墨者黑，那太子得歪成什么样啊？谁？老师。老师？老头，你到底收了几个学生啊？老子这辈子就收了你们2个徒弟，尤其是你这小猢狲，已经够我受的了。老子哪还有精力收其他人呢？所以他是太子？叫师兄。老头死了，这个仇我不能不报，请太子成全。快请来！我又何尝没想过为老师报仇？他若不是因为我的央求，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可如今朝中混乱，节度使拥兵自重，这益州又不是我的属地，老师的死，或许就是对我的警告。太子若与我击坏，益州便可永远是天子的益州。你要为我破局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不仅是太子的从属，还是他的师弟呀。而益州的成败也与长安有关。那就要看我能查到些什么了。你想怎么查？刘瑾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日后行事定会更加小心。不过做过的事，自然会留有痕迹。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查到了南诏，那他便不敢再轻易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以免露出马脚。制造蜀锦的人是牛瑾，购买蜀锦的是南诏，那么运输蜀锦的会是谁？
从益州到南诏，关卡重重，想要不被发现，那只能乔装打扮。你想查番商？聪明。可是这么多番商怎么查呀？我想到一个人。我也想到了一个人。白胜。南诏白王。白王？盛丰泽。盛丰泽。白胜。他们会是同一个人？不可能啊！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世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，交给我去管。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杨家的妖魔鬼怪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三郎，这是家宴，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让他借这个机会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马子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是我准许的，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门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
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说谁呢？怎么说话呢？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啊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，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乌烟瘴气，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这会儿他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确实是没什么意思，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爷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家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深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家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这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莹莹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茵茵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茵茵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
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，不容置疑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英英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哼，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，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、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，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啊，好酒啊！行。真香。哼，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金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
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。我阿耶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
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，更自由，更肆意，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千岁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何岁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映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尽管终未眠，寒露悄悄爬上屋檐。书红编织诺言，温暖着深秋寒夜。写一别几首流于心头，风霜寒寒透笛声悠悠。爹，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。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？4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啊，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，再给我笑你，行不行？笑你对象，我这意思。规矩。入袖未干，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。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。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。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
莹莹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呀，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了啊！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。怎么来的？同意。整个益州城都清楚。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，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今日我们初次相见，您来飞花会闹事儿，我不打您啊，不打您。再大放厥词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浣花溪旁儿郎们的厉害。三郎媳妇儿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在外面这么欺负你二叔，杨府不会饶了你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
你是扛着会骑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浣花溪，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哎呀，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四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两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。权宜之计？怎么？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两个成亲，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需要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排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接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亲奶奶！当初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被大染户逼得走投无路，是为了求一条生路。后来我们有了生路，飞花会越做越好，让所有的小染户都有了成功的路子。陈三郎，如今我把飞花会会长一职交给你。我问您，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成立飞花会时的誓言？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。我们携手并进，扬名益州。我做成的事，你也做成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立你自己要立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既应应若有求，
飞花会定立相助。我让你立飞花会的规矩，没让你对我讲义气。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平儿，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其因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好了，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今日若有求，飞花会定立相助。爱在风中破的茧，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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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哎，这不是白郎君吗？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季娘子。找季娘子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就行。上次未能雪中送炭，今日特意过来致歉。这样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会长，不是钱会长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咱们出事的时候他没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倒要听听白郎君想说什么。说吧，白郎君。哎，若是再来一次的话，白某或许还是会说那样的话。让我为奴？让你为奴？季娘子是不是误会了？白某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果然，今日白郎君不是来道歉的。那白某呢，只不过是一介商人，这在商言商，白某怎么会跟这么好的生意伙伴撕破脸皮？再说了，在益州的锦业里，白某绕不过季娘子，季娘子也绕不过白某，那你我之间为何不握手言和呢？盛丰泽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可能啊！我同意白郎君的观点，你我同在一城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但是趁人之危的生意伙伴，我受不起。哎，这季娘子说这番话，有些让白某寒心了。白某只不过是开了一个价钱，季娘子没有同意罢，何来乘人之危啊？更何况白某对季娘子也有一半真心。我知道了，今日白郎君来不是为了道歉，是为了表真心啊。好，茵茵在此谢过白郎君这一半真心。若没有其他事情，茵茵先告辞了。季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。
这样的小雨也不算什么，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了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